这么严重啊？为什么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呢？职场生存教学篇，在遭遇突发冲突情况时，应当如何正确应对？这是一场高能的职场斗争会议，完美的诠释了职场中的语言艺术和生存之道。作为一名新晋审计人员，陶无忌在一次账目的内审中，竟意外查出了人华分行高达10多亿的违规房贷。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，导致在接下来的这场审计会议上，人华分行提前设计了一场针对于陶无忌的碰瓷摩擦。呀，我们怎么没有咖啡啊？一壶就能冲5杯，想喝自己倒去。职场如战场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请留意人华分行这位女职员的神态，她显然收到了领导的眼神暗示，准备对陶无忌使出陷害的手段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怎么？你怎么把人给撞倒了？谁？我吗？面对被人污蔑陷害的局面，换作是你会怎么办？是默不作声暗吃闷亏，还是据理力争洗脱嫌疑呢？我们来看看职场新人是怎么做的。我看到你撞倒他的。不是，我根本就没碰到他。你不信你问他。怎么回事？同事转身的时候把我给撞倒了。不是，我根本就没有碰到过你啊！还在狡辩，做事毛毛躁躁。行长，这个事情它不是这样的，我。职场中被污蔑、被黑锅的情况屡见不鲜，此时越是极力辩解，就越容易陷入自证的漩涡，结果就是丧失话语权，陷入被动场面。下面再看看职场老江湖是如何应对的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好像也没事。好，没事就好。没事就开会吧。苗主任的处理方式绝对老练，不理会对方言语上的攻击，只关注问题的结果，意思就是有问题咱就去医院，没问题就继续开会。如此处事策略，不仅能省去很多没必要的麻烦，更能让对方阻碍会议进行的一吐落空。经过这半个月的审计工作呢，我们一共查出了12处违规，其中重大违规的有5处。当然这12处我们都已经记录在报告里了。我们最后的意见是，人华分行因为各种违规操作，造成了大量的呆账、坏账，损失总计10.7亿。在顺利进行的会议上，苗主任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人华分行的多处违规行为，而面对这些违规行为造成的10多亿资金损失，蔡副行长担心会牵扯到更多严重问题，于是便开始了耍无赖操作。你们究竟要干什么？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搞成坏账，又不是主观上贪污受贿，你为什么揪着不放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一眼。蔡副行长本想玩道德绑架那一套，结果冲动之下摔碎杯子伤到了人，而眼见局面演变至此，苗主任便开始了他的高端操作，看看他是如何借陶无忌受伤这一契机来掌握会议主动权的。我不知道这破玩意儿这么精摔，满意了吗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呢？陶无忌的苦肉计，再加上苗主任的语言情绪加持，立马就打破了审计会议的僵局，成功化被动为主动，而且这也让对方在理亏之下不得不放低姿态来平息众人的怒气。来，苗主任，你的报告啊，那既然报告做完了，那大家就别愣着了，散会吧啊，散会吧。送医院，快送医院啊！蔡副行长也不敢再有小动作了，只能规规矩矩地落实审计报告，随后夹着尾巴狼狈退场。别愣着了，赶紧去医院缝针。没事。领导都发话让你去医院了，此时哪怕你真的没事，也得装作有事。这个过场该走还是得走，不然如何让对方背上这个包袱？如何彻底巩固己方的主导权呢？而且接下来哪怕真的去医院缝了针，你公开对外的说法也不能太实在，这也是职场生存的基本法则。几针？7针。去你吧，你那个也就是3针。我当时硬逼着医生给我缝了7针，我还开了个就诊记录。就诊记录留着啊，随身带，上班也带着。上班也带着。没准有用的。话到此处，不难看出审计会议上的惨烈的一幕，显然是陶无忌刻意为之，目的就是为了打乱对方的计划。而苗主任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，这才有了那一出苦肉计。你说现场情况已经是那样了，我不得让他见点血，要不然显得我们不够惨烈呀。是。经过此次审计事件的经验与教训，陶无忌也成功化身一位职场老江湖。我们常常说，职场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，无论遇到任何事，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应对职场上的各种考验与磨练，才能领悟真正的职场生存之道。诸君，看完你们学会了吗？